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中国经济失序导致经济快速下行；第二个是罗昌平批捕进入司法程序啊。我们讲2个主题，一个是跟我们的同行有关，另外一个是讲中国经济失序现象。我还想问一下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声音，这一次的声音怎么样？有没有问题？给我一个回应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听着声音小吗？有没有问题？可以吗？OK 哈，OK，好，OK，没问题就行。没有小，声音不会太小吗？因为我现在把 OBS 取消了，没有打开 OBS，所以我就用，而且我换了一个话筒，换了一个比较比较低级一点的话筒啊，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没问题，我就先用这个吧。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困扰啊，这个声音的困扰实在是我太那个什么了啊。OK，经济最怕什么？一个经济体最怕打仗。打仗为什么怕打仗？只要一打仗，那么经济运行就会被中断啊，因为打仗是一个最强的这种冲击啊，所以，你做生意的人最怕打仗啊。当然，只有做军火生意的人喜欢打仗啊，都怕打仗。那么中国经济失序啊，当打仗就是最严重的失序啊，失序就是没办法进行正常的交易，市场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价格出现波动啊，甚至一些供应链出现短缺，所以呢，生意不怕慢慢做，就怕生意不正常啊。所以呢，中国经济这几年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这几年出现的情况就是失序啊，就是秩序啊，就是正常的市场运行出现问题啊。那么这几年，最突出的就是今年啊，今年中国经济失序的情况特别突出，而且愈演愈烈啊。那么什么叫失序？基本上反映了这个3个。第一个，市场出现混乱。啊，市场出现混乱，通常讲的是什么？讲的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供求关系出现混乱。你比如说芯片啊，当你芯片供应不正常的时候，那汽车做不出来，手机也做不出来，这就是失序啊。或者是价格出现激烈的波动。啊，突然一下涨到天上去，价格涨到天上去，它的下游就出现失序的现象啊，这是一个啊，就是我们通常讲，市场出现混乱啊，它就是失序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市场参与主体，就企业面临一些极端的市场状况啊，你比如说教培行业的团灭啊，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突然出现的这种政策性的倒转，啊，P2P 直接给你不让你干了啊，这都属于极端的市场状况啊。那么中国经济的失序的现象，基本上你看到中国经济失序的现象都是政府造成，都是政府的杰作啊。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在江泽民时代基本上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啊，宏观调控，这是朱镕基提出来，中国经济要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计划经济是什么？计划经济就是微观管制啊，就是计划经济就是管制经济，政府要管住你，每一个环节都管你，你得听指令，所以计划经济也叫指令经济。当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宏观调控的时候，宏观嘛就不再微观管制了，这就宏观调控。所以江泽民的时代是摸着石头过河，宏观调控。胡锦涛时代叫什么？胡锦涛啥都没干，
基本上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就是个维持会长啊，维持着就萧规曹随，然后有问题就解决一下，基本上就这样。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就是倒行逆施，上下其手啊。倒行逆施就是把原来的政策给翻过来啊，叫倒行逆施。上下其手就是微观管理了，又回到了原来计划时代，他就上下其手，手就伸到市场里面去啊。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的失序的现象，我们可以往前追啊，就是说，中国经济真正的严重的失序呢，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开始进入很多领域就开始失序了。但是再往上追，基本上就是2016年，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是你现在看到很多失序现象的源头啊。那么始作俑者是谁？刘鹤啊，当时就是去产能啊，当时的供给侧改革啊，供给侧改革基本上是以最近这些失序的乱源之一啊。供给侧改革两件事，第一个叫去产能，第二个叫国进民退。国进民退主要反映在市场主体上，市场主体就是两个，一个是私营企业，一个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中国在供给侧这边跟他们关系不大，因为那块还没有开放市场。那主要是私营企业啊，私营企业在第一产业里面基本上被赶走了，要么清算，要么破产，要么吃掉啊，基本上就这样啊。那么习近平进入第二个执政周期，也就2018年开始，他就开始全面铺开啊，全面铺开就是强化国企，强化国有经济，遏制私有经济啊，打击私营企业啊。那么政府对这个叫什么？政府对这个市场的干预的情况，就是越来越严重。但是问题在哪里哈？问题是政府干预市场，它基本上是短线行为，它并没有做长线的研究，它也没有研究很多的政策工具，基本上是作坊式的这种。我们等一下就分析给大家看，就发改委这次限电，发改委这次限电实际上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表演了一场，你就可以看到结果是怎样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政府既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政策，又缺乏具体的政策工具，所以政府的干预越干预越糟糕啊。我举一个例子，先举一个例子，猪肉。猪肉大家知道禽流感，前年开始禽流感，禽流感导致了全国性的猪瘟啊，猪瘟导致呃，猪瘟导致了什么？导致了猪肉价格，所以猪瘟和什么呢？猪瘟和猪周期，中国的猪肉周期重叠，所以中国经历了2年的这个贵猪肉啊，所以之前的通货膨胀都很高，今年开始变了，今年开始猪肉价格开始掉头往下栽啊，一口气栽了多少？栽了8个月。农村农业部的监察数据从1月份开始下降啊，那么连跌8个月，怎么个跌法呢？深圳的天虹商场，天虹商场的经理李建斌说，这个白猪价格就整只猪啊，从这个宰猪场出来的猪就叫白猪啊，是一整只的，通常是半扇半扇的。白猪价格去年每斤是27块钱，今年跌到多少？10块钱，27块钱跌到了10块钱啊。那么生鲜猪肉的大幅的下跌，带动了排骨啊、猪脚啊这些肉产品的这个断崖式的下跌啊。那么龙骨原来是每公斤是37块钱，现在跌到多少啊？现在是每公斤37块钱，
之前是每公斤是80块钱，80跌到37，那么原来是猪脚是80块钱，现在跌到43块钱啊，猪肉价格的暴跌啊，打击了养殖户啊。那么郑志坚啊，在广东云否养猪养了10年，他说现在那个猪肉的售价，生猪的售价比成本还低，养一头猪就要亏几百块钱啊，而且行情没有好转，猪越养越大，然后成本越来越高，越亏越多，所以只好提前卖掉猪。现在很多的猪农提前把猪卖掉，啊，就是没长成，没长足秤就卖了。他是把这个所有的猪卖掉，开始养鸭啊，那你怎么办啊？中国最大的养猪企业温氏啊，温氏还有另外一家啊，另外一家叫牧原股份，牧原股份的老板曾经上过富豪榜这个温氏股份副总裁叫梅景芳啊，梅景芳他介绍，他说养猪的现在的综合成本一斤11块钱，猪肉啊，成本价11块钱，那么平均一头猪是235斤啊，那么一头猪的成本是多少？2500块钱啊，现在卖价是多少？1400块钱，一头猪赔1000多块钱，现在就这个情况啊。金鸡智农啊，金鸡智农时代啊，他的副总裁叫谢永东。谢永东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行业的状况，就一个字，就是惨啊。为什么？所有的企业都亏损，而且都是巨亏。基本上是什么情况？就跌了9个月，猪肉价格跌了9个月，把过去10年的利润全部赔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干了10年，养了10年的猪，辛辛苦苦干了10年，这9个月把过去10年的利润全赔光啊。那么畜牧业信息网说，截止10月8号，全国生猪价格最低跌到11块钱一公斤，这是2018年6月以来生猪价格首次低于11块钱一公斤啊。距今年最高的价格下跌了多少？70%，跌掉了70%，整个的养猪行业陷入深度亏损，全赔啊。那么猪肉价格下跌，可是饲料价格上涨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饲料价格迎来了一波涨价潮啊，新希望、正邦科技、通威股份、正大集团、大北农等饲料企业陆续发布涨价通知，每吨价格上涨50到100元不等啊，涉及什么呢？涉及浓缩料、乳猪料、鸡料、鱼料多个饲料的产品线。为什么？因为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用于饲料的谷物涨了40%，豆白10年豆白每吨由3000涨到了4000、4100、4200啊。那你原材料涨价，那饲料肯定要涨。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猪价还有下跌的压力，要到明年的2季度才见底，现在还没见底呢。那这一头呢是饲料价格在涨，这一头猪价在下跌，这对猪农和这个养猪企业来说是个双杀啊。所以呢，今年前3季度温氏股份是预亏92亿，看见没有？暴亏。正邦预亏69亿，就70亿啊。新希望预亏60亿。牧原股份我刚才讲了，牧原股份很特别，它是从饲料开始一直做的养猪，所以呢，它是自己繁殖、自己养，
然后而且自己生产这个猪饲料，这是整个产业链全干。所以呢，它是第三季度，它不是前三季，它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亏5到10亿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干了什么？Nothing，啥都没干。为什么？中国政府啊，就是农业部吧，农业农村部，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政策，也没有研究啊。他讲来讲去啊，我们就有一个猪周期啊，天天讲，从这个猪肉上涨开始讲猪周期，讲的猪肉下跌了70%，他还在讲猪周期，他就愣是没招啊。当这个猪瘟的时候啊，中国的科技又很落后啊，疫苗用了1年的时间才生产出来，所以愣是把这个猪肉价格在高位停留了2年时间。所以为什么中国过去一段长的时间通胀比较高，就是因为猪肉。为什么今年的通胀一直在1%以内？就是因为猪肉价格在暴跌，就这个原因啊，啥都没干，但是还要吹牛。中国政府最喜欢干什么呢？中国政府最喜欢搞煤炭啊，搞电力啊，搞这些企业。为什么？他喜欢搞这些行业，这些行业他非常起劲。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几个。第一个，大企业多，就数量少，都是大企业。啊，什么发电企业、电厂都是国企，又是大企业，又是国企，数量又少，开个会扒拉来就全搞定，都在这里面。那要抓人开会，抓人布置任务，指挥起来非常的好。你像猪怎么指挥，养猪怎么指挥，全国各地都是，他根本没办法。所以他们这个很擅长干这个。那你想一下。9月份的大规模的限电，这是什么？这是经典的时序，就是当你突然电力供应不足了，市场秩序就乱了。这乱的不是一个行业，是无数个行业都混乱了，因为所有的行业它都需要电，没有不需要电的行业。当你一没有电的时候，整个行业就乱了，所以一个一个都乱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啊。9月份大面积限电之后啊，这个副总理韩正拍桌子大骂，要下死任务，谁再敢限电，你看我收拾谁。好，就封了，发改委就在底下就封，跳脚发疯，签长期合同，干了几件事啊，一个是签长期合同，让电厂和煤矿签长期合同，但是价格呢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这是关键啊。当发改委不用市场价格的时候，为什么？当他用市场价格去买煤的时候，电厂用市场价格去买煤的时候，电厂就不发电。为什么？因为它失序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会出现限电？就是因为煤市场电气化，就是原来的改革。我就之前讲，摸着石头过河，摸了半天它不过河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摸了一个煤炭啊市场化，再摸了一个电不能市场化，电一市场化我控制不住，成本会上升，那怎么办？那就计划我来定，当它一定的时候，就埋下了什么限电的伏笔。失序就是，我就说你现在见到中国的市场上出现失序的原因，都是政府造成的。那好，他现在就要这个煤矿和这个电厂签一个长期合同，供货价格是什么呢？供货价格不能按照市场价来，那怎么办？他自己拍脑袋，766煤矿干吗？不干，为什么？煤价都涨到1800了，你766我怎么差3倍呢？那怎么弄？到后来他一拍脑袋一想，不行，那就我们翻1倍吧。你说发改委出通知，再发个通知，你不能超过1倍啊，
不能超过1倍你再去谈，不能超过1倍也不干，煤矿也不干，因为还是不到价。所以你看后面他就现在在查什么？现在查这个煤矿非法牟利，神经病嘛！企业不牟利你干什么？说他非法牟利，中间呢穿插了什么？中间穿插又要煤矿增加生产。当初把这煤矿关掉的也是政府啊，政府关掉了很多很多的煤矿，为什么？那这边出了安全事故，所有的煤矿都检查，不合格的全部停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煤价涨得这么厉害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讲，中国现在所有市场失序现象都是政府干出来的，导致煤价暴涨。煤价暴涨，电厂不发电。那你现在签个这样的合同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没有解决问题啊。然后他就什么呢？他就通知原来停产的煤矿开工吧，开工加大马力生产啊。原来让他停也是政府，现在要他加大马力生产也是政府。然后这一头呢就干什么？这一头就开始发现，哦，煤价还在涨。为什么煤价会涨？因为韩正下令不能限电，政府各地的政府疯狂的在全世界买煤，到处在抢煤。你一抢煤，这煤价不就往上涨吗？所以期货市场煤价持续的在暴涨。暴涨怎么办？好，我去捏煤价去，就干预煤价市场。那一头呢，他想，哎呀，我这个电计划嘛，你不放宽一点，涨价空间，电厂不干，电厂不干怎么办？放宽多少？20%，20%有用吗？也没用。为什么？离它成本还远着呢，离它的成本还远，政府也不补贴，结果现在就是这个半吊子。然后呢，发改委再去找这些煤矿开会啊，跟他们讲啊，这个要控制煤价、煤炭价格，煤炭价格不合理。发改委直接派人跑到郑州商品交易所去干预煤价，这个跟大家打招呼，这个煤价不合理哈，煤价过高啊，然后大家就把煤价打下来，连跌了几个跌停板，四个跌停板。然后呢，这一头呢，10月22号再去开专题会。什么叫专题会？就把这些煤矿找来再开会，说我们发现要制止谋取暴利的现象。这话就没讲明，没讲透。什么叫制止谋取暴利的这个现象？谋取暴利现象，什么叫谋取暴利现象？煤矿谋取暴利不是太应该了吗？对吗？你价格涨到天上去，我本来就是暴利啊。谋取暴利是谋取暴利，就讲这煤矿谋取暴利，原因是什么？因为煤矿不愿意把煤炭卖给电厂，卖给谁？卖给市场啊！市场现在都涨到2000块钱了，涨到2000块钱，我为什么要1200块钱卖给电厂？我肯定在市场上找个1800我就给卖了。找个1800卖比卖1200、1400卖给电厂强，中间差多少？差多了去了。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为什么？企业是干什么？企业就是牟利的。你发改委定一个这样的合同，鬼去执行，没有人执行，然后就开始开批斗会，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在电这件事情上，你看发改委多忙活，从头到尾一直在蹦来蹦去，都像消防队到处跑，发改委现在忙翻了。其实你看发改委最近的这一系，从9月份到现在没停过，很忙，很辛苦啊。当年纪委就是这样，你看计划经济，不要说计划，谁去国家纪委工作都会短命。为什么？天天都这样。天天在救火。国家纪委在月坛南街那栋大楼里头，这个当年是50几年修那大楼，那大楼里头天天灯火通明。为什么？天天在救火。计划经济就是这样。
就是它永远搞不定，永远摆不平。本来市场它可以自己取得平衡，它不，它非得去干预。原来你计划经济没有市场经济就算了，它现在翻过来，你现在可以看到，电搞定了吗？没搞定。现在的电的问题是一个火药桶，随时会炸。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没捋顺。你可以看在这件事情上，第一，电厂在赔钱，就算是上浮了20%，还是赔钱，因为煤炭价格已经涨起来了。好，这第一个。这电厂实际上是现在在赔钱、亏损运营啊，只是比原来亏的少了一点。而这第二，电厂的煤炭现在是抢了半天的煤，现在下一个指令说，如果你不清零，就是说你呢，电厂必须保持七天的存货煤炭，你没有不到7天的存货呢，你这个省没有清零啊，那就通报这个省的省长跟省委书记，就搞这种东西啊。但是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存货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因为电厂持续在亏损经营的话，它的现金流会慢慢的枯竭的，它会到最后会没有钱去买的煤，所以电厂这个雷是随时会炸的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煤矿跟电厂签的那个合同它是不干的，因为市场价比那个煤矿签的那个价格要高得多。那现场这一头是煤矿是随时会把这个停止向电厂供货，只要没看见，只要政府眼睛挪开，它就煤就往市场上跑，就不往这电厂跑。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不靠谱的。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煤价。政府把这个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打下来解决了问题吗？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煤价会上升？是因为中国的煤炭不够，煤炭的产能不足，它导致了煤价往天上跑。你应该什么？正常的市场用市场问题解决，你应该让这个价格就在这儿待着，因为它本身就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因为煤矿如果获得暴利的话，它就会扩大生产。当它一扩大生产，市场供应不就增加了？市场供应增加，价格自然就下来。你现在的这个做法是什么？你现在做法是要把价格打下来，价格打下来，那煤矿就不生产，那你市场供给还是一个，所以从电厂到煤矿到市场供求都没解决问题。当你都没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看发改委，你总共10个指头吧，你全摁着，结果发现第11个问题篓子就出，11个瓢就起来了，你怎么摁不住？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会失败。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你永远少一个手指头，永远都少一个手指头，11指不够，12指也不够，就这个问题。那当然，中国经济失序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习近平去年年底以来这个灭霸响指。习近平的灭霸响指是非常突出的失序型现象，对吧？你讲一下，那涉及的领域我再数给大家听一下。那我这今天数呢，跟原来数法不一样啊。第一个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向传统行业渗透，这本来是一个经济现象。为什么？传统行业效率低，成本高，然后它的这个整体的运营水平低啊，很多传统行业都是这样的问题。互联网产业是中国现在最活跃、最先进的产业，它又有资本，又有管理，又对市场又了解。第三，它还有很强的这个动能，很多上市公司它有业绩的需要，它要增长，增长怎么办？
我这个行业已经满了，那就向隔壁行业渗透。所以本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结果中共上来一看，不行啊，你这互联网，你这一吃越长越大，我控制不了，怎么办？打击，反复的反垄断调查，反复的反垄断，反复的反对这个资本扩张，然后罚钱，啊，这就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中国的很多的传统行业没有办法赋能。其实互联网技术是帮助传统行业赋能的一个领域啊，就是说传统行业往里面一渗透，它就通过互联网技术帮助它提高效率。很多你比如说电商，电商就是非常典型啊。那这是一个中国就失去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传统产业升级的机会。那其他国家升级了，你没升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就国家竞争力就下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互联网金融，中国基本上，当然互联网金融的带头是谁？带头就是蚂蚁集团，上来把蚂蚁集团上市给灭掉，然后就开始打击互联网金融，基本上互联网金融给团灭了啊，这是一个啊。那第三个就是民办教育和教培行业是团灭，整个行业就开始萎缩，开始消失啊。第四，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主要是美国上市，停下来，停下来的后果是什么？当它一停下来的时候，你觉得还有美国的中介机构，你比如说投资银行帮着中国企业上市吗？就不会这么干了，因为你想一下，一家公司一家投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准备去美国上市，纳斯达克或者是纽约交易所上市，拿到这个订单，开始组织人员，开始包装，开始干活，干到最后突然准备都去美国路演了，突然这边宣布说不上市了，前面全部白干。投入那就投入不是一般的投入，你这一搞了个十几20次，你说这些投行还能干吗？肯定不干了。中国企业不碰了，中国企业一不碰意味着什么？你以为仅仅是个别企业的问题？不是的，这个就直接把整个创投行业给灭掉，这就是失序啊，这都是失序啊。创投行业是什么？创投行业就是从孵化器开始，从这个你一开始的天使投资到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最后它上市。上市是创投行业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循环，就是我通过企业上市，我投资的企业不断的向它投资，投到最后干什么？它上市了。上市，哎，我手上的股权涨10倍，涨100倍，我卖掉一部分，卖掉一部分套现，把我原来的投资投了10家企业的钱，我一次性回笼了，再握的一笔，当年投它就像软银就一直就没卖阿里巴巴的股票，所以他资产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创投行业是靠这个回笼资金的，你没有上市这一端的话，那这一端就进不去了。为什么？我进去了我出不来，我没办法套现，大家记住，没有办法套现或者没有办法转让的资产，那价值是0，因为你没办法套现，你没办法获利，所以等于是什么？当你一终止中企这个海外上市的时候，你等于什么？创投行业就灭掉了。那你说我在国内还有啊？国内有是有，但是国内的没办法套现在海外套现，理解吗？在国内套现不作数，而且规模也没那么大，市场没那么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是非常大。整个创投行业这几年已经非常不行了，那最后这个中企海外上市一停，最后一棒子倒地不起啊！
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互联网信息安全为基础的数据控制，这对很多互联网企业打击非常的大。很多互联网企业是以互联网数据为基础去运营的。你这一喊这个信息安全，你这一喊政治，没人可以抵抗，所以这事儿就又失序了啊，这都是失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全行业性的政策改变，成行业的消灭、遏制产业的发展，你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行业萎缩，甚至消失，然后是大规模的失业，大规模的投资失利，大规模投资失利发生在教培行业。那原来很多的投行投什么？投教培，一整批的教培行业全部都完蛋了，赔得要死。你想想看，不断的打击海外投资者，海外投资者在中概股上之前挣的钱全赔回去了，没得挣，甚至倒赔啊。所以，而且这个行业受到重创，它的上游、它的下游都会受到重创，所以它影响非常的大啊。而且啊，从目前来看，中国现在隐患最大的是什么？影响最大的房地产啊。所以我们最近为什么长期一直在跟进房地产？中国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表现，突出了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他对市场的这种干预，就是又蛮横又愚蠢，导致了现在房地产的危局。我们可以把中国房地产市场涨了20年，涨了20年的原因是什么？涨了20年原因，第一个城镇化，啊，第二个是住房制度改革，第三个是财富的增长，改革开放嘛，大家都在挣钱，挣钱有财富房价就涨，没有财富房价就跌啊，财富增长。还有一个货币贬值，货币贬值也是房价上涨的原因。那么这4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形成了一个漫长的房地产周期啊，都在涨，一直在，但是没那么激进。这是一个本来你可以看，它基本上符合这个规律，就是当你的财富在累积，经济持续增长，然后你城市人口不断的增加，然后你这个货币又在贬值，那你房价在涨，长期都在涨。那这个问题不大，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在哪里？真正出问题在08年，08年的次贷危机。08年次贷危机的结果是什么？4万亿，温家宝的4万亿这个经济刺激的计划，这4万亿的出来之后变成了30万亿，30万亿就大干快上搞基建，大干快上搞基建就带动了什么？带动了供应。基建的供应是什么？钢铁、化工、石油、这个各种水泥等等这些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发展到了这个2016年，到了2015年、2016年就开始发现不行了，这再搞下去扛不住了，怎么办？那就要开始调控。怎么调控？去产能，同时去杠杆。刘鹤真没经验，刘鹤管经济真的很烂。他把去产能和去杠杆同时进行，这同时一进行，结果什么？2016年当年经济就失速，啪就往下掉。当时经济跌到下的已经不行了，他没有管，刘鹤没有管过经济，完全没有经验，吓得够呛。那怎么办？全方位刺激经济，把所有的政策全用上。广东话叫什么？撒浪，撒浪，所有的筹码全推出去。主要的几个政策我念给大家听啊，基本上是2016年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比08年刺激经济政策力度还要大。
这个力度大到就你把这个政策全部念完，你基本上觉得刘鹤是不打算过日子了，就把所有的政策全甩出去。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啊，然后是房地产新政。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买房子的人基本上翻倍啊，然后就是汽车购置税等等，总之能拿出来的政策全拿出来，房地产就大干快上啊。这个时候房地产就一线城市当年房价翻倍，基本上是这样。泡沫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时候开始。所以房地产泡沫是谁一手造成的？刘鹤一手造成的。到了18年就发现不行了，这房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然后就开始调控了。调控这就是这一头是管这个限购，这一头管限贷，这就是典型的市场秩序就一片混乱。结果是越陷越涨。为什么会越陷越涨？杠杆没放过，一直在放杠杆，没收过杠杆，那你当然越涨越涨，越陷越涨。到了去年，已经觉得不行了，再这样下去，这个就要爆下来，那就收拾不了，就踩刹车，急刹车。急刹车是什么？急刹车就2招、3招。第一招，8月份3条红线出来，限制开发商。第二道就是银行，12月份银行的什么集中度限制。第3个开始限制什么？限制按揭。这3条政策一下来，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往下走。先出问题的当然是企业，中国房地产的企业全是高杠杆，然后就现在其实恒大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谁造成的？刘鹤看出来的。没有这急刹车，这些企业会有问题，但是这些企业的问题没那么明显，你这一脚踩刹车，都把头撞墙上了。所以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片混乱，现在是一片混乱，企业就乱成一锅粥。企业乱成一锅粥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房子卖不动，第二个原因资金链断裂。所以现在房地产企业没有一家是消停的，都是一片混乱，这是第一个，企业内部。第二，市场乱七八糟。市场怎么乱七八糟？烂尾啊！你很多企业它资金链断裂，它能盖房吗？盖不了，烂尾，然后就市场还有很多人断供啊，房价一下跌就断供啊。银行那边的，现在你可以看，你去各个城市的这个法拍网站上去查，你就可以看一下各个城市的法拍的这个房地产法拍的这数量一级级往上跑，断供。现在银行最担心的，银行提心吊胆，坏账、金融风险，就这个，生怕这个房地产公司倒闭，一倒闭就坏账，一堆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啊，我们刚才讲这一系列这个行业的失序导致了什么？所以第三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第3季度的经济增长4.9%，4.9%我都怀疑是，我不认为它有那么高，但是我们不管，我们就照用啊。4.9%，不要小看这个数字的震撼力，这个数字的非常震撼。为什么？全世界看待中国经济都是什么？中国经济高增长，所以过去20年吧，我们不说多吧，过去20年吧，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忍气吞声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为什么？高增长啊，其他我就忍了，这个忍了，那个忍了，为的是什么？高增长，高增长有高回报。结果啪，你经济增长4.9%，跟美国差不多，
我干嘛跑你那儿去？在美国自由市场，想怎么干怎么干，我只要不违法就行，政府管不了我。你到中国，政府三天两头来给你敲竹杠，所以全世界看待中国经济的看法改变了。你现在上网去看，全世界都觉得中国经济出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改变。就是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风险，这是全世界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这个是非常有杀伤力，等于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头顶上的那个光环没了。好，经济失序还有另外一个后果是什么？就财政状况。我念2个数字，它就知道中国现在的财政状况。财政部10月22号发布中国9月份财政收支的状况，全国一般性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下降2.1%，财政支出下降5.3%。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是13932亿，同比下降2.1%。8月份增长2.7%，里外里差5个点然后其中税收增长4.1%， 8月份是低于8月份4个百分点。非税收收入下降20%，非税收收入当然主要是基金收入。基金收入什么意思？基金收入的核心是什么？卖地的收入下降20%连续3个月下降，而且降幅持续扩大。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所以目前中国经济有2大危机，中国经济这么多环节当中，最危险的就2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房地产，房地产暴雷，房地产暴雷后果是什么？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后果是什么？经济危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产业链外移，产业链外移是一个非常缓慢，但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日资企业、韩资企业不断的在迁走，其实这件事情去年就开始，只不过呢，大家知道产业链搬迁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它需要布置很长时间，搬厂子至少要半年、1年。觉得它为什么要搬移？它产业链为什么要搬？产业链搬的原因，第一个成本暴涨。就过去3-5年时间，中国的成本是翻得跟头的涨。你成本制造业最怕什么？成本暴涨。当你成本暴涨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经营。当年的美国为什么制造业会最后被日本取代？2个原因，第一个是成本，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精英化管理。精英化管理，日本的精英化管理比美国强，所以美国最后放弃制造业。我搞高科技吧，我搞不赢你这个，制造业就被日本拿走，就是这个原因。那你现在成本过去2-3年成本不是翻1倍的问题，翻2-3倍的问题，你就算提高效率都搞不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治风险上升，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导致什么？导致政治风险不断的上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经济失序。经济失序导致什么？经营风险上升。就是我在这经营，突然一下你来一个这个政策，我的上游出问题，我的下游出问题，我怎么不出问题？我跟着一起出问题。我本来啥错误都没犯，结果无端端搞了一堆的事情出来，我经营风险在增加，我这头政治风险在增加，这头经营风险在增加，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这个什么，还有一个这个成本暴涨。最后一脚把大家踢走的是靠的是什么？限电。限电你看嘛，你限电马上现在的这个不断的在往外跑，限电。所以当产业链不断的往外跑的时候，你还是世界工厂吗？反正我最近买衣服，我没有买到一件中国做的衬衫衣服，我没买到一件。这就你看啊，我现在在超市里面，我看
不大见到中国 Made in China。但是毫无疑问，现在这个时刻，美国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我今天看了个数据啊，忘记做，我今天没用 OBS。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是这么个涨上去的啊。如果没有美国的需求，中国经济此时此刻就会崩溃。所以现在支撑中国经济的核心是什么？支撑中国经济的核心就是美国的进口。如果没这个，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最近安静了很多，我觉得跟这是有关系的啊，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中国经济从2015年、16年开始啊，就开始出现失序的现象啊，这个失序的现象开始越来越普遍。那到了最近几年，失序的这现象越来越严重。那么特别是到了今年中国经济失序的情况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突出的现象对中国经济来说是灾难性，它也导致了现在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的危机。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的危机是谁造成？中国自己造成，中国政府造成。中国经济失序的原因背后都是政府搞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看看，我上次看，有个经济学家叫徐小年，大家上网搜一下，他曾经有个视频，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如果觉得他很行的话，那为什么改革开放？你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好了，政府的能力比市场强，那你就继续计划经济。你当年改革开放不就是因为计划走不下去，搞不定嘛，交给市场来做。现在你又开始把手伸到市场上去，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所有的问题都是政府造成。为什么？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结果就是这个。好吧，那我们今天罗昌平这个我就不说了啊，就不展开说了。罗昌平就被正式批捕啊，然后就是进入司法程序啊，我就跟大家报告一声，我就不展开说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斗破啊，谢谢啊，明谢 Mac 猪，谢谢啊，姥姥王，谢谢郭九英，谢谢 Dan，谢谢情况。王老师，我老家在东北4线城市，20年前煤矿向煤中加杆子啊，我家有个农村亲戚就是掺杆子的工作，如果这次国家强行压低价，那么只能多加杆子，这样的煤不好烧，而且容易熄火。观点：计划经济其实往往是最后就是物价爆炸，因为计划失败就爆了。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循环并彼此关联，出口企业的破产会导致供应商的破产，供应商的破产会导致原材料商的破产，最终破产潮会导致资源供应商的门前。这个国家掌握资源，因此最终会由国家为了稳定替所有人买单，私营企业变相转变国有企业的下属，公有制全面回归啊！这一下子讲结论。观点：创投行业主要是工作是价值发现，他们发现周边小公司，换一下他们的包装，再上市卖个好价钱，take profit。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在市场上起了带动资金流到需要的行业。在中国，权力都在权力部门里，价值发现变成了特权。也不是啦，就是创投行业不是价值发现，价值发现当然要价值发现，但不仅仅是价值发现。创投行业其实是帮助企业成长，
大家知道很多行业，特别是一些初创企业，初创企业它没有市场能力啊，它没有市场能力，但是它有前景。那么它需要资金啊，那么大量的需要资金的时候呢，创投企业给它提供资金，让它渡过去，最终在市场取得它的市场位置，最终获利，这也是它上市的条件。所以创投行业没那么简单，说只是发现一个发现这企业，然后我就赚了，不是这样。持续的投入，要给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钱啊。在中国呢，价值发现也不是。其实很多创投行业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哈？现在的情况就是原来就很多项目，原来创投行业很多经常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跑到硅谷找项目，找到这个项目不错，找这项目里面的中国人，跟他说你去国内搞一个，中国人就偷偷的把里面的东西拿了，跑到中国成立一个公司，把这个项目搞起来，然后这下就给他投，很多是这么干的。你以为中国发明创造多少发明？中国没什么，中国没有发明创造的土壤，中国没有发明创造的条件，所以大部分你看到的项目都是这么来。那现在呢，这种源头就断了，所以现在创投有个难度在哪里？找不着项目。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就是中国科技的生态在哪里？在美国，整个的科技的生态体系在美国。中国跟美国之间脱钩，脱钩的直接后果是什么？脱钩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失去了这个科技生态的这种营养。那你想想，你没了营养，你会怎么样？你就开始慢慢萎缩。所以你不用太长时间，2、3年你就会看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距离越拉越大，因为它本身没有自己的机制，生长机制。它中国是在某些领域是有突破，但是那是个别领域，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生态。所以如果你再把这个后面套现的领域再给它一断掉，那你就创投行业就灭了啊。情绪今天已经是市场失序，所以价值发现的投资者都会失败，只有靠权力和内幕消息做交易才会成功，也不会成功。成功这个内部交易有什么内幕交易？你说？想想外国投资者买的都是价值，而中国投资者买的都是基于预判的政府行为，这个话是对的。中国你看股票市场就很清楚，今天有个政策闻风而动，明天有个政策闻风而动，结果呢，全部扔到海里去了啊，这是对的。外国投资者买的是价值也不一定啊，也都是听别人一耳朵啊。观点：今年经济不好，最明显的是沿街店铺萧条的吓人，连之前老店都不行了。本来排队吃的餐厅，也说比之前差了太多。一个原因，老百姓手里没钱了。嗯，一个消费能力下降，这是没有疑问。第二个，消费形态也发生变化，很多都上网，在网上消费。网上消费呢，那些临街的这些店铺如果没有上网的话呢，它就面临压力就很多原因，它核心原因是消费力下降。观点对于房价，我认为社融和杠杆，我认为就是社融和杠杆。按照经济学常识，2015年就应该爆了。涨价去库存这一招，一般人真想不出来。还有关于限购，就是助长房价上升。控制房价最好的办法就放开限购，提高首付，合理杠杆，这样泡沫灭，也让穷人免于受难。
提问：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可以夸张造假吗？像公布增长5.5%和6%，这样可以再次吸引海外投资者吗？不行。为什么？没有人会觉得四季度可以比三季度好，全世界都知道四季度比三季度还要差，所以他怎么造假啊？当然，你说你把数字给我基本上认为啊，国家统计局的造假是什么？国家统计局的造假就是，下跌10%，它改成下跌8.2%或者是7.4啊，它可是这么造假，它不会说，下跌3%变成上涨5%啊，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问题，所以大家都认为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差，他会把差的幅度，比如说差很多啊，三季度是4.9，那么四季度呢可能会跌到3%去啊，大家会觉得跌到3%去，哎，他搞个4.5，他有可能，他不可能说变成6%，那是不可能，理解吗？啊，就它不会改变趋势，它会改变的是什么？它造假通常改变的是程度。为什么？大家知道经济是个持续的过程，你不打算过了你的，当然把这个月的数字一下都搞到天上去没问题。但是问题是日子还得过，你下个月怎么办呢？你下个月搞的再往天上，你搞回常态，你这个暴跌嘛。所以它是个持续的过程。它的造假是什么概念呢？它的造假概念就是填平波幅，就是把波动稍微搞小一点，把波动搞小一点呢，就差没那么差，好没那么好，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情况，帝都的疫情又严重了，昌平6个确诊，北7家过路健康码变红。OK，情况，国内很多人都反对逮捕罗昌平。昨天看到一条新闻，点赞的最多就是对烈士最大的侮辱就是背叛烈士为之奋斗的理想，点赞量第二条的是2倍，第二条支持逮捕是点赞第二条的2倍。情况，今天微博看到神评论，新闻是塔利班斩首女排球选手，因为不许女性搞体育。结果一个热评说，虽然很可怜，但是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总比打着为你好的名义扰乱你好。OK，这叫神评论，这反人类好吗？情况，最近去奥特莱斯发现很多运动装产地都是斯里兰卡。观点，中国现在不全是计划经济，毕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但经济政府闲不住，以为有本钱了，又可以回来计划经济，来回折腾。计划经济是政府自己做主，市场经济是经济的民主化。不同意你的比喻。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市场是什么？市场是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就是买和卖啊，市场就是市场，计划就是计划，计划就是政府管制。政府做主，政府不是政府做主，这个没错啊。政府管制叫政府管制啊，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决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啊。中国现在不是计划经济，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中国的市场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不同是什么？中国是市场经济，美国也是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跟美国的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全是私营企业在里面进行交易，政府没有在里面交易啊。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它的市场主体70%-80%都是政府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市场经济都是市场，没有人讲中国现在是计划经济，中国不可能只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中国政府不断的在干预市场，介入市场，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甚至是给市场下指令，这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失序的根本原因。提问王老师能讲讲玻璃心现象吗？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玻璃心？玻璃心为什么这么多玻璃心？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中国人你看抖音嘛？有没有人看抖音？看抖音，你看抖音里面的那些视频，你就知道，玻璃心是现象，其实更本质的是什么？没有教养，就讲话没有礼貌，不礼貌，没有教养，这是本质啊。就是本来你看全世界啊，全世界的人啊，讲话都是不会那么冲的，只有中国人讲话是那么冲啊，很冲，很没礼貌，很冲，很野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这是玻璃心的外在的表现。内在是什么？内在就是脆弱，它非常的脆弱，就是自尊心非常的脆弱。自尊心的脆弱的内核是什么？就自卑感啊，自卑，非常的自卑，非常的自卑，表现出来的就自尊心很脆弱。然后它外壳是什么？外壳就是讲话很没礼貌，很粗鲁，所以你看出来的就是这个构成了一个玻璃心的完整的状态啊。好，明谢，awakening，谢谢情绪，今天生日，请王舍吃块小蛋糕，大家吃饱喝足，与恶人斗命长，恶灵退散，正义必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大家一起祝贺你的生日，好吗 ？OK，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